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豆豆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这位主厨就是风味工程师。恭喜！我觉得没有悬念，因为我后来去他的台面上试了他的酱汁。我是调了一个中式的鲫鱼汤作为 base， 确实做得很好，所以他赢是应该的。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通过我自己的改变，得到了别人的认可，然后我自己的努力也是让周围的人都看在了眼里，所以我很开心，我做出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恭喜恭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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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公布第2位晋级选手。接下来我要公布可以晋级的这位厨师，他是影视主厨。谢谢老师。谢谢。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谢谢周老师。谢谢董师傅，很好，谢谢古师傅，谢谢，不错，谢谢啊。哎呀，恭喜你成功晋级！这场命运之轮的抢位赛啊，太难了。多谢，随机抽取食材确实有难度，好在我有厨房靠谱好搭子金龙鱼1:1:1，他煎炒烹炸都可以，无论抽中哪种食材，我都有底气应对。应对油果然是点睛之笔，金龙鱼1:1:1，不仅营养均衡，还将反式脂肪酸减到了0，产品符合欧盟标准，能让大家吃的营养又安心。确实，多亏了全球销量第1的金龙鱼1:1:1的助力呀。那接下来我要公布的这位老师呢，他的票数非常多。好，加速，黄师傅，加速。8大葱除以8葱。第3位晋级的老师就是张元富老师。耶！好，师傅。稳得很，厉害！师傅晋级真的比我自己晋级还要开心。小激动，还是开心嘛？开心，继续的往下走，争取有一个好的结果。上来！我对张老师那道菜特别关注，我觉得他不应该在下面的。宣布他晋级的时候，其实我很激动，感觉好像就自己赢了比赛一样。跑上来的。慢点。哎呦，哎呀，太开心了！命运之轮抢位赛终极对决即将开启。本轮仅有1个晋级名额，各位主厨请把握机会。第2轮的人数更少了，更有压力了。风味转盘迎来全新升级，中国特色香料将换成世界风味转盘。这个有点刺激，这个端着什么是什么？那个后面那个我们手拿把掐。有请大众美食代表刘涛抽取本轮主题。转到西式材料，他们这个很擅长。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全新的世界风味盘，它包含了除了中餐以外，世界上非常有代表性的5大菜系的风味：法国地蓉芥末、
日本山葵、绿豆蔻、哦，是印度菜啊。意大利刺山柑、土耳其杏干。 When I heard, capers, mustard, one of the few ingredients that I'm quite comfortable with because I'm Western chef trained. Yeah, I felt pretty confident because I knew these ingredients. It was a lot more familiar. But then, Terry and Chen Xiaogang also a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Western ingredients, so I was a bit worried about that. 这不仅是考验，更是大家最后的破局机会。各位主厨，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就让我们开始吧。我最想要赚到滩羊。哎呀，我很想搞到那个节瓜，录的这个就好了。好，来，3、2、1。 哇塞！滩羊肯定没有了。该不会又是鱼吧？湖北潜江小龙虾，漂亮！小龙虾，哦，漂亮！我最爱的小龙虾。大家觉得这个很好做吗？好吃，很好吃是吧？ 小龙虾，我最爱的小龙虾，哈哈哈！小龙啊，最不希望撞出的就是小龙虾。我吃过很多种口味的小龙虾，但我真让我做，我其实没有做过。I had a few times, and it's one of the things I enjoy to eat, but never to cook. So it was quite strange ingredients for me to cook. 香港基本是没有吧，现在都没有人拿这个小龙虾，基本上你没有看见过这个东西。小龙虾呢，我在自己的店呢就没做过。就那个小龙虾呢，我一般都是在外地吃的。那个宁夏盐池滩羊的食材我非常有印象，有句话叫“好滩羊清水炖”。 越好的食材越不用复杂调味。我自己炖羊肉的时候，就会用娃哈哈纯净水，水质纯净，炖出来的汤底更干净，更能把羊肉本身的鲜香和甘甜带出来。好食材配上好水，味道超绝。好，接下来是世界风味，看看我们将用什么样的世界风味来做湖北潜江的小龙虾。3、2、1。 各种口味都好富裕。山葵、芥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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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虾，芥末超好吃，芥末、芥末。这是来自法国地荣芥末，我的个芥末小龙虾。耶！对不起，对不起。你这很夸张。一拉出来是那个法国的芥末啊，蒙穿了。哎呀，我的妈，这是什么来的呢？法国的芥末我都没碰过，都没听过啊，这样。When I hear crayfish, I think about Chinese food. When I think about Dijon mustard, I think about Western. So putting those two together was quite challenging. 就这两个东西，说实话，我真找不到什么有什么可以联想到一起。 啊，芥末小龙虾，哇，应该不错。芥末超好吃哦！真假？你没吃过冰镇小龙虾加芥末吗？啊，但是法国地荣芥末会和我们所平时吃的日本芥末不一样吧？大同小异啦。法国的这个它要加那个的，加一点葡萄酒的，它没有那个我们传统式的芥末酱那么冲，那么浓烈，淡淡的，它还有一点酸酸的。 北风炒小龙虾 with French mustard. How would you cook this? It's quite popular, quite 大排檔嘅嘢. Yeah. But how to cook in the? I have no idea. 有点炸裂。地荣的芥末酱是用醋调出来的，它是有酸味的，不会因为它的酸味没有跟你小龙虾有更好的烘托，
反而是拉低他的那个味蕾，确实对厨师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哦，还是生的。大小不大，没有煮过这个。哦，它是得这种的。拿到食材才知道它的味道呢。那个芥末呢，它有一点酸，有一点涩，品质还不错。这两个都很熟，但真没混在一起做过。那个虾有没有那个老的那个膏？有的会有，脑袋里会有一些虾黄。好吃吗？很鲜美的鲜味。对，虾毛是鲜味，虾肉要弹。Terry， 你可以去看一下，有看到？看一下，扒一下，剥一下。我真的有试一下头里面黄色的东西。真的蛮甜，好像那个海胆，然后再吃那个肉，试一下。对，其实不了解的东西，所有东西我都会生吃的，是那个口感、质感，还有那个味道，所以才可以试一下之后的东西要怎么做。手指甲掐住，把它拔出来。哎，对了，就是这个虾线一定要去掉。哎，我觉得可能是这两个哎。是不是？理论上他和他会那个一点吧。我希望小刚。你这么喜欢他？我今天来第一次，他正好就是最好，我心中的最好吃。你是他的 lucky fans，yeah。你这样鼓励大家要这样讲。小刚加油，小刚加油！最大的难点就是对小龙虾这个东西就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之前吃小龙虾的时候，吃和做是两回事儿，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口感啊，入不入味儿，对肉质和温度有什么影响，这对于后期呈现的风味都很有影响。喂，啊，把他的头部要什么？弄了个小龙虾，那个避风塘的很开心了。这个蟹黄炒个避风塘小龙虾肯定也好吃的。可以啊，好像炸那个龙虾肉，用这个芥末先炒一下，再用避风塘要炸蒜的。这芥末如果受热，风味是不是就没了？有吗？但你越爱吃的东西，要求越高。大家都吃过，一定有心里那种 number one 选择。对，你要超越你的 number one， 对，很难。越简单越难。对。小龙虾好做啦，其实。这个好做。但是大家难也难在大家都觉得好做，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做，这就不好做了。到这个时候，就这个小龙虾的认知度很广了，很深了，但容易上手，但是不大容易突破。还挺全，啊，这一墙可以了，我知道我该出什么东西了。搞美国的卡顿也好吃，卡顿也好吃。对 ，Harry， 做减法不要想太多，做减法好不好？一直尝做减法。构思时间到，请4位主厨回到对应灶台。命运之轮第2轮，限时90分钟，计时开始。加油，加油！ Most difficulty, they're alive and they're moving and try to snip my fingers every through the way. When I heard the ingredients, crayfish and English mustard, I instantly think of the Chinese hot sour soup when I finish work and no restaurants are open. There's always usually the hot and sour soup shop that are open. So I always do a takeaway and I kind of finish my night with the soup. So it's a quite memorable soup for me. I removed the heads of the crayfish and roasted in the oven until fully cooked. Stir-fried bacon, ginger, onion, celery,
green onions and carrots together. And then add 3 different types of chili peppers. Add roasted shrimp heads. 还要调个酱汁是吧？其实下汤做出来其实还不是很好，因为它小龙虾的下汤。对。A little vinegar, Dijon mustard. Simmer together to make a soup stock. 那个芥末是酸的，它又加这么多醋，这个小龙虾你做酸汤，它味道你进不去的，进不去。酸辣汤放芥末有这种吃法吗？ Put the shrimp tails into a pan with oil and cook them slowly at low temperature. Then peel off the shrimp shell and take out the shrimp meat inside. 他把小龙虾全部蒸熟，蒸熟拆肉。小龙虾在嗦，对，光吃肉哪有那个劲啊？ There's a little zucchini like that is actually cooked with butter and English mustard. Then using Dijon mustard, the simmered broth, and the oil used to cook the shrimp tails, put them together, make a sauce, and then arrange on a plate. Nice， 哎呀，来！我就跟你讲吧，酸辣绝对适配。哦，漂亮，好好看哦 ，Very beautiful， 哇哦 ，Amazing！You're cooking for the fine time。哇哇，正好我在看电视，我可能馋死了。 The reason why I chose hot and sour soup is mustard has this acidity and has a bit of a sourness to it. So I thought it goes well with the hot and sour soup. I hope it's to your liking. Oh. 好，哇，还真蛮辣的哎。蛮辣，味道很重。嗯，哇，好辣！这个辣的蛮爽的。嗯，这个味道还蛮不错。嗯。 这个辣的蛮爽的。它这个酸汤调的是非常好的。嗯，有点惊讶，它的肉特别嫩。这虾。 还没吃2口就没了，你要吗？还有。啊哦，你刚刚就是要这个，真的吗？因为我忘了它的味道了。再多尝一点，它。我再尝一口。借口。小龙虾感觉就停不下来，就一直吃。嗯，我回忆起来了，我再尝一个啊。当然都是给你的。这道菜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它的辣开始的时候就猛如泰山，但是你吃着又觉得其实它又没那么辣，太特别了。这我简直人生当中没吃过，我也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吃到这个味道。回忆起来了，回忆起来。 我们都很好奇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汤很浓郁、很酸、很辣，所以我们在想，是它本身用芥末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它加了酸和加了辣？ Oh, so the spiciness comes from the hot chili that I use. When I hear crayfish, I need to add that spicy element to it.
because the sweetness from the crayfish goes well with the spiciness. The heat releases your dopamine, and it makes you a little bit happier and when you make sweat. So I thought it'd be nice to add a heat to the dish. I had added a little bit of vinegar, but the sourness you feel is actually completely from the grainy mustard that I use.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实在是很想知道，因为其实刚入口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辣，可是我吃完了之后，它在我的口腔里，对，会有那种哎呀就觉得很辣，但是它的后劲又没有感觉那么辣，但是它刚入口又觉得很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呀，老师？ And because I used three different fresh chilies, some chilies are quite sweet, spicy. One was a red-eye bird chili, so it was kind of sharp chili. So I wanted the chili to give different waves of a spiciness through your bite. I think my plan worked, so I'm quite happy. 哦，谢谢老师。今天这个龙虾触品还是很精致啊，很漂亮，颜色做的也很艳丽，不错。 酸辣调得很浓烈，比较先酸后辣，这个层次还是很鲜明的。第一次做能做出这样的表现，已经非常不简单了。谢谢。这个汤真的是非常的浓郁，龙虾的味道很够，而且又特别的够酸、够辣、够劲儿。其实可以看到每一个盘子里都空了，这就证明你的实力让我们非常肯定。这道菜是 非常令人上瘾的一个好菜，对 ，Bravo，Bravo， Thank you， 谢谢谢谢，评价很高啊。那个肉是我到目前吃过最嫩之一，做的刚刚好，就有下去有弹性，然后鲜味还在。我认为你这个菜做完以后，你可以变成你的菜单里面的一个菜。This is equivalent to one of the best I ever had. The crayfish was cooked perfectly. I was going to show you, but I ate it all. Thank you, chef.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谢谢。哇哇，都做得好。Of course, I feel happy, and hearing that amazing comment from the judge, of course, made me feel happy, and they gave me hope. Maybe I could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So I was very happy, and yeah, I was really, really happy. 蟹王来避风塘小龙虾，因为大家都说避风塘最棒嘛，对，现在就求的是晋级，不要求特别创意。嗯。那个小龙虾真的好难处理，我都已经很小心的去拿了，但是还是被夹了好几下。Hey, Sifu. Hi, Leo. You I think everybody in the table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do a typhoon style. What prevented you from making typhoon style? 因为今天呢，我没有那个避风塘的备料，所以做避风塘呢肯定做不了的，做出来也欠了好多东西，好多味道。今天评委老师们都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做避风塘？小龙虾可以做避风塘吗？你为什么不保守一点，做你做过的那种口味？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避风塘来不及？那个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很想做那个避风塘的，就没有料。这次我准备做一个蒜蓉口味的小龙虾，因为清洗小龙虾筛太费时间了，我怕时间不够，所以只留了虾尾。我先炸了一个葱油，然后把虾尾放入葱油中炸熟。蟹王估计可能要做一个香口的。把切好的蒜泥倒入锅中，熬成蒜蓉。哇，好香！熬了个蒜蓉嘛，那个蒜蓉就挺香的，其实。
然后把虾尾和蒜蓉倒一起翻炒均匀。这个香港蟹王搞成什么？蒜泥的加啤酒啊。哦，加啤酒。做这个芥末龙虾呢，我用那个啤酒把那个龙虾那个腥味去掉。很多啤酒啊，通风套餐。芥末呢，它有一点酸，有一点涩；啤酒呢，也有一点涩。所以呢，这两者一加起来呢，那个糖呢要下多一点点。将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和小龙虾一起烹煮。小龙虾呢，最后出来呢，我试过3、4次那个味道了，芥末不够，那我都下了3勺子下去煮那个。我觉得好吃的，应该很好吃。对，肯定吃到这个芥末的味道。炒太久了也不行，炒太久了这个肉全部被炒了。对，最后加一点葱花就可以了。哇，这道菜里面的元素这么多，马味稍重就容易把小龙虾的鲜甜给盖过去。我看它打底用了糖、老抽，还有李锦记薄盐生抽，它的盐分低，不像普通生抽那么咸，可以给不同元素味道的叠加留足空间，而且咸甜鲜之间很平衡，能把和海鲜的鲜甜味衬得更加足。它在高温下面味道表现力也很好，啤酒炖煮这么长时间，此香味也不会散掉，这个表现不容易的。这款生抽很平衡的。和特别新鲜的食材都很搭，薄盐味道还更鲜哦。哦，它就是有皮的哦。这摆起来挺好看的，颜色好漂亮。它这个盘子选的也好。哦，我也拍一张。做这个菜，我把那个芥末和那个啤酒那些一起煮，让它的鲜味更突出来。请评审们品尝菜品。哇，好好看啊！破坏了它的美感。哦，上面有蒜，哎，我最爱吃蒜蓉的了。但我为什么没有吃到芥末的味道？那我也是，它放在汤里面揉起来了，它不是单独的芥末味了。味道还行，肉老了。好吃是好吃的，就是芥末的味道，芥末的味道少了一点。我再寻找一下，哦，好好喝啊！我再吃2个会不礼貌吗？再吃1个吧。哇，你挺能吃的。都给你，你拿去。香港蟹王老师他做的每一道菜，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我们吃到了之后，我们就是觉得它好吃，我们不需要去思考说它里面加了什么，它那边有什么。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好吃一定是我吃到的第一个感受。这个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自己剥壳的小龙虾了。对，葱跟蒜的处理，真的就是会勾起人食欲的。那个啤酒的搭配也是让它更有另外一种风味。这个小龙虾非常非常的鲜，这个酱汁也非常的浓郁，自己剥起来蘸那个酱，我觉得非常满足。如果说一定要挑，可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就一直在找这个酱里的芥末的味道，它会让我忘掉芥末，就觉得这个小龙虾烧的真好吃。菜的味道真的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甜、酸、辣、蒜香，哎，这个几个味道融合得很好。如果说要给你一点建议的话呢，就是肉质可以再嫩一点点就更好。谢谢老师。有点落差，有一点点落差，因为它汁有点复杂，吃的有点
不太清楚。然后呢，那个龙虾的肉没有前面一个做的比较嫩。哎呀，我一听我就知道，啊，那个我煮的时候过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等，想让那个小龙虾尾更入味，所以在那尝了3、4次味道，那个时间是长。第3组马上。第3组要快了。90分钟做这个鸡蛋啊，快，很快，2下做完了。我在想要不要再做个面，时间太多了。我觉得我在这一场的赢面还蛮大的，因为我接触过做小龙虾的方法，其实只有中国这边和美国那边。但是的话，大家既然都是中国的评委，那肯定就想吃一些不一样的。这一场主要要看 spice， 全是中式香料。刚进食材间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一些中式的香料，但做这一道菜需要一种特别美式的复合香料，所以我就一直在找，看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做小龙虾就炒的 Paprika， 这个可以。这一墙可以了，我知道我该出什么东西了。小刚，怎么想的？4升，搞美国的 Cajun。啊？搞美国的 Cajun。卡中 powder 啊？对，卡针粉。美国13香，美国对，就很香那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这道菜是来自美国南部地区的一道非常经典的菜。我会先用虾头熬制虾油，在虾油中再加入八角、香叶，还有桂皮来去腥增香，给它一些基础的香料的味道。虾味的部分我给它剥壳，剥了一半，然后在肉的部分裹上一层薄薄的粉，然后放进加油中进行炸，让虾的味道更能够体现。然后我用蒜蓉加入啤酒和我现场配比的 Cajun 复合香料，然后用来炒制龙虾尾。自己调的。就那罐罐里面的嘛。对，蒜香粉啊，甜椒粉、烟熏粉，各种。太复杂了做的。下午我们跟他讲过了。好，我以为直接用卡针粉来煎呢。Chef, Hi, how you doing? Doing well. Doing well? Yeah. You think you'll win? Yeah, I get experience from the first loss. Mustard. Yeah. Mustard. I see you have lots of crayfish, okay? Yeah.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missing. Not going to be missing.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e mustard? Make a kind of like Dijon mustard mayo.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dip it in the mayonnaise or Yeah. dip it in the mayonnaise? Yeah. Okay. Well, I think that's an idea. Yeah. But you know, when you deep fry it and you dip it into mayo, it's going to Yeah. be very, very heavy. Yeah. Should this be a heavy dish or should it be a light dish? I want it to be heavy dish because right now it's afternoon. It's not the morning anymore. 早上出场的话，可能评委的味蕾并没有打开。那这次重新调味了以后，风味很足，而且搭配小龙虾，味道上的话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算是蛮香的。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做 Cajun 风味的小龙虾，这样的话我也是第一次调，主体的味道还是比较浓厚，会比较突出这个主题。哎呦，哇，谢谢！哇，对，让你妈，谢谢，真的哦，哇，直接就把它放在里面了，原生态呀，重新调过，重新调过的，对，主题鲜明啊，对，哇，这个已经，好香啊，各位评委老师，你们好。我这道菜的话是用一个美国南部 Cajun 的风味来煮小龙虾。OK，陈小刚呢，他的这个香料很突出，肉弹性也是有的，但是呢，他又把那个芥末单独配了一个芥末酱，所以那个酱你怎么去蘸，总感觉到它不需要。What the strange smell? What? Garlic.
Very strong garlic. We made use a Cajun recipe, which is a form of French cuisine that is spicy. 但我这个光闻哦，我就闻到了另外一道菜，我想不起来了。我当时就觉得，哎，好像在哪里闻到过。后来我入口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是什么是什么。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很像那个意式肉酱面下面的那个肉酱，当然是鸭肉酱面。啊，嗯，嗯。我没吃过这种，咸的我很。我这酱调的好。对，我要加一下这个酱菜。你这酱调的好。谢谢。喝，你要命了你！真的很好吃啊，不好吃？没有，是好吃，就是很浓哦。你这个香料太浓郁了，你根本就吃不了你那个芥末酱的味道。小刚这个危险。确实，对于龙虾来讲，外面这一层的酱会很浓厚。如果你给我配一个气泡饮料的话，我觉得很完美。老师的介绍。哎，这个选择好，谢谢。谢谢你的好喝的七喜，爽透顶。你很巧妙的把原汁原味的第一种的那个芥末酱调了一下，确实也是蛮有心思的。我希望你以后在这个路上继续走下去，因为毕竟是一个现在可以融合的菜，可以打开更多的思路，真的要打破常规，蛮好的这个菜。谢谢老师。那我觉得你这道菜是非常的 strong， 很新颖。这是我们为什么当时也把你复活，因为你有很多很大胆、很新颖的一些想法。谢谢老师。我其实的看法也是说，这道菜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可是这个酱料的搭配，我会觉得这个已经很 strong 了。然后我想说，哎，你这个酱说可以搭配，我搭配，哎，两个加起来有点打架，因为我觉得都太浓郁。谢谢。这个酱料放的太多了。他做的每个味道都还蛮可以的，挺香哈。其实我觉得做成1、2口吃的小吃也没有问题。对，他爸吃呀，对，蛮好的。Harry 应该会做这样的东西。每次做好自己好。对，没办法，做好自己的就是了。我真的尽力了。对呀，说真的尽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遗憾了，说实话。没有遗憾，就是所有东西。第二人的心态其实也是很危险。而且2天的比赛都是所有东西来得很惨脆，那个脑子一直在运行的时候，其实很累。做了5场，所以蛮辛苦的。是比较困难吧。之前做菜总是想太多，总想创新，想要把自己更多的想法展现出来，忽略了味道的部分。想给的太多了，他们又想呈现杨桃的酸，让我们打开味蕾。又想展现巧克力和牛肝菌的浓郁，这3件事情都很好，但不应该在一件菜上呈现。所以就是觉得哇，我等一下要怎么去处理这道菜呢 ？Derry 很难，你自己想，我们会帮你看时间。我觉得好吃为主。所以我要做一些不那么复杂，比较注重最后的调味跟那个口感。Hey, chef. Hello. You had the choice to be star chef team. Yeah. Do you regret your choice? Regret? No, not really, actually. So you're losing on purpose. Losing on purpose. No, but it's just I want to present my style. It's just different style, and so it's fine. But if they don't like your style, or will you go a different path?
If I tell you this, if you tell me this and they don't like your style, but I will still just do the same style. But it's hard to win. It's hard to win. But Do you want to win? But sometimes knives or not only win. I not really regret actually. Come on, Terry. You're 3 Michelin star chef. You got into that position, so don't tell me you don't want to win. Yeah, I want to win. Okay. Yeah, so you want to win. I want to win. Yeah. 其实我就是有尝试想一下，我要不要做那个骨料虾？我觉得好像是打翻了我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我还是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比较有趣。Yeah, well, anyway, I like your style, but just remember, get the products in, get the Yeah. I want to stimulate some action. Must win this. So he might have changed his strategy. 其实蛮感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点燃了我的斗志。我觉得我的菜可以打动他们。这道菜的灵感是来自一道经典的西班牙小吃 tapas。我会用一些带虾联合一起打碎。哇，还来那么多虾！它应该是用虾来借那个 texture 跟味道。然后把打好的虾酱慢火炼出虾油。我会加入一些干辣椒欧芹，给它一些底味。小龙虾过水之后，剥掉虾红，加入蒜粉、西班牙红椒粉、盐跟胡椒去调味。我会用虾油炸鸡虾尾，锅里面放一些虾油、红葱头、蒜头还有干辣椒。然后把炸好的虾放在表面。我会用油封蒜头打成泥，黑蒜、沙酱、沙油、酱油、Dijon mustard 均衡融合，然后放在法棍上面，淋上一些西芹跟大蒜做成的油煎一下，法棍有焦脆的感觉，然后就把刚才重新调的蒜头虾酱插在面包上面。说真的，做的时候蛮有失落的，但是我绝对没有怀疑自己，因为我要挑战嘛。打满午餐也是在挑战，挑战自己。上微博参与食神版图大战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与创意吧。Tapas 西班牙小吃，做一些不一样。哦 ，Tapas 这个是对的。哦，然后我知道你应该只吃一块。谢谢。哇，哎呦，哦，哇，这个面包上有西班牙式的哦。哈哈。这个就是现在你们的宵夜虾，然后跟那个面包一起吃。如果你想的话，还是可以把那个面包让进去那个油去吃，因为是那个虾油，也是虾油来的。谢谢。好，刚好点了3个。哇哦！先吃看。哦哟，我觉得 Terry 的策略是对的。当大家在做重口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轻盈的一个菜，真的是很好的复刻了 Tapas 的一个经典。哦，它的挺特别的啊。它的这个那叫什么芥末全都在面包上。嗯，那挺特别的。到底蘸酱会变什么样子？它说这里面是龙虾炸出来的汁吗？还是油啊？
淋上去，淋上去。虾油、蒜油对吧？对，香的很香。你看那个老师都有去吃第2次。嗯。嗯。你还要吗？我不要了，我够了，我够了。You want？ 要吗？那你看那个蔡浩老师也在那个的话，这个是他喜欢的口味。八道东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对。嗯，这可以了解。有水准的。嗯，所以真的是有水准。我不吃，我去看看这个油，很香。它没有汁，全是油，挺好的。这表达非常好。嗯。没了。没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看看都有些什么材料。这个就真的是墨西哥的感觉。西班牙啊？哦，是吗？不是西班牙差不多啊，都讲西班牙语。我吃完之后都会讲西班牙文了。Delicioso。Delicioso。Delicioso。Excellent。高级的。高级的。是非常高级的，就是这个是非常高级的，就是我觉得吃，我都不敢反驳你。吃起来是其实就是面包、龙虾、小龙虾，跟你里面搭配的这些材料，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觉得却搭配出来一个意想不到的风味，每一个都可以分开吃，但是搭起来也完全不违和。因为 Terry 也是米其林3星的主厨，本来是来踢个馆。没错。如果你要当时选新厨的话，你就直接晋级了。结果现在一直被 PK， 一直被 PK， 一直被 PK 到最后。每一天都是在被 PK。我跟小甘也是一样，我们打满了5场，就是一直在比拼，一直在比拼，然后我们。假设如果这一场你没有赢，没有赢就没有赢，那没办法，还是要过生活，还是要回去工作。刚才你说，知道我最多也就会吃1片，实话说，我应该会3片都吃掉，就好吃的不得了，会让你停不下来，还想再吃一块，还想再吃一块。所以我们锅里的虾也是干干净净的，油也快被我们的面包蘸的差不多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但是从我一个经常吃小龙虾的角度，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能感觉到它是小龙虾。就如果你不强调跟我说它是小龙虾，我可能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可能不太会往那个小龙虾上面想。其实 Terry 这个菜，它的烹饪方法是非常西式的一个方法，所以你在吃起来那个小龙虾的那个虾肉是有一点点绵的，所以如果你闭着眼睛吃的话，你会觉得啊，这是小龙虾还是别的虾？这个命题上的结合度来讲，其实是稍微弱了一点点的。啊，但是确实是之前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小龙虾啊。谢谢老师。Well, Terry, after 2 rounds of heavy losses, I noticed you took a different direction. You went more safe. You went classic this time. Your execution was flawless. The shrimp was perfectly cooked. The balance of the flavors were immaculate. So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a chance. Sometimes you have to stay safe. You have to have good strategy. So know your opponents, know your judges, and that's all you need to do well, to win. 本轮限时强杯赛的所有菜品的品尝已全部结束，下面请评审们开始合议，在4位主厨当中选出唯一的1位选手晋级。4选1了，我有点纠结。我也有点纠结。纠结吗？其实还好。
他只有小刚。现在又变了。你变谁了？我投给了厨艺八达通。我希望能从一个路人的角度感受每一道菜。小刚的这道菜有一点浓，因为他是在大胆的去做创新，所以说这一定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I would probably say Terry. OK, 1, 2. 我们没有去追求一致性，就是看谁是占大多数。对啊，我们选择他选一个的话是这个，选一个我们选择的。大家表达出来以后，就很自然的有4票对2票。行，好，我选他了。可以。行。哎呀，没办法。OK 了。好吧，这也是可惜了。其实走到了现在，真的非常难选，因为刚才几位厨师都已经奉献了你们非常有诚意的一道菜。刚才我们还是纠结了一下的。During this competition, hearing that amazing comment from the judge, of course, made me feel happy, and it gave me hope. 其实现在相片我觉得没有差很多，蛮有信心。对，确实是口味比较重，但是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优势不优势，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想赢他们，晋级。让我们恭喜。肯定是 Terry。请 Terry 前往2楼晋级区。OK。谢谢。恭喜恭喜！加油！ No crying。艾瑞，他打了5场，他打了5场，哇！恭喜踢馆者 Terry 何喜东。10分钟，你们先放做。我觉得4片要跟那个沙子先煮好，不可以做成我刚刚做的。Nice one. I knew it. 真的辛苦了。实至名归，实至名归，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打得很漂亮。我拿上线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激动，本来我只是觉得这是我来踢馆嘛，还是要严肃一点。那么多天，然后一起工作，就有点残酷。Through this competition, I'm proud that I'm a chef. And I'm glad that I met so many different chefs and I learned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And this will, I will not stop here. I'll get shitty. I'll continue to get better and be a stronger chef. 一直走过来呢，有很多艰山，有很多困难，也有一些不懂的、不认识的东西一起煮。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已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其实呢，我这次回来更多的是想要回来学习，还有看更多的不一样的国内的食材，还有认识大家这么多很厉害的 chef。谢谢。估计这个小子有天赋，他没有晋级是非常遗憾。非常感谢3位的辛勤的付出，谢谢你们，谢谢老师。哎呀，总算是结束了。Finally, you can go revise. Yeah. 我起码都自己冲过1次啊，可以。上微博进入百厨大战话题页，获取更多精彩内容。食神百厨大战年度12强已经产生，恭喜在场的各位主厨。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本阶段主题为绝境经营战，试营业主题为黄牌单品对决。准备开门营业了。今天到场的食客是60位懂吃、会吃、爱吃的资深美食爱好者。是的呗。试营业最大的盲点，我觉得就是你要顾及的不只是你的调味烹饪，你还要顾及的是副餐。期待已久，开干吧！哇，这么多！8份，再来4个！我的妈呀！19份，20份。不着急，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吃不惯这个酱，这有点腥了。等不到我的麻婆豆腐，还没到我。就没得。啊，他换菜了。哇！我观察到了，你好像还剩1次，对不对？要不要借我？太好吃啦！哇塞，我喜欢。我的妈呀！好吃。好神奇哦！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现在食材都没有了，没了，真没了，真没了。哎呦，好难呐，都没了，我们什么都没了，现在。加油！我等一下回来给你们介绍我们的菜，不好意思。接下来将公布推荐值，将会有一半的餐厅因推荐值排名末位，迎来被关闭的命运。